大家好，我是苹果妹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开箱已经上市一阵子的 iPad Air 第5代。那其实呢，我也是今年初才把我去年买的 iPad Pro 卖掉，所以呢，等一下我们也会不例外的讲到说 iPad Mini、Air 跟 Pro 这3种机型呢，应该要怎么选。还有之前呢，我在使用 Pro 上面遇到什么困难呢，也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哦。那么现在呢，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就来开箱我们今天这个紫色的 iPad Air 吧。其实这次在选颜色，我也是非常犹豫，到底要选哪个颜色。后来我到现场呢去看这个紫色，其实我觉得它是偏蓝的，然后带一点灰色，就是不是那种很少女的紫，所以看起来是我喜欢的颜色这样子。好，来看一下这个盒子里面还有其他哪些东西，这应该就是说明书跟贴纸这样子。然后这边有一个 USB-C 的充电器，它是20瓦的。另外这边还有一个 C-to-C 的充电线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先来开机，它的开机键在上面，那这个开机键呢，同时也是 Touch ID 的地方。那这个荧幕呢，它是10.9寸的 LED 荧幕，不像 Pro 呢有 Mini LED。那现在我们已经设定好，我们稍微来讲一下这台 Air 的规格。首先呢，在它荧幕的部分，它的最高亮度是500尼特哦。那之前的 iPad Pro 呢，最高是600尼特。那还有这个荧幕呢，它的更新率是60赫兹。那之前的 Pro 是120，而且 Pro 那台呢，它有自适应更新率的功能，也就是说呢，你在使用 iPad Pro 的时候，它的荧幕会依照你使用的方式，有的时候它会调快它的更新率，有时候调慢这样子。那最高就是120。那120这一点呢，有些人会还蛮在乎的，所以这一点就是见仁见智，大家可以到商店里面去用用看，你自己对120是不是有那个执着这样子。再来另外一点呢，就是它的喇叭是只有2颗的，那 iPad Pro 它是有4颗，所以你在追剧啊什么，如果你是要把声音放出来的话，就会有蛮明显的差异。不过我自己呢，平常看影片什么都是戴耳机，所以这一点倒是还好。另外呢，还要讲到这一次这个 Air 呢，它搭载的晶片是 M1 晶片哦，这是一颗非常强的晶片，几乎可以做到任何事情。但是呢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苹果他们是一个就是产品定位切割非常明确的一间公司，所以当然有一些 Pro 做得到的事情 Air 是做不到的。等一下我们还会讲到这个问题。那另外呢 Air 它有5G 的版本哦，它有分为 WiFi 版跟行动网络版，所以就是看你有没有要使用行动网络。那有行动网络的部分就是会贵5000块，所以它的售价呢 WiFi 版本是17900块，然后行动网络版本是22900。那我今天买的这一台呢是 WiFi 版，因为我没有要使用行动网络。再来我们讲到它相机的这个部分哦，它的前置镜头呢可以到1200万像素，然后有超广角。那视讯的时候呢，可以使用人物居中功能。这个功能呢，就是你在视讯的时候，如果你在移动啊，或者是动来动去什么的，它的镜头会跟着你的人像跑。然后再来呢，它的后镜头，也就是后面的这一颗镜头呢，它也是1200万像素。那它是只有广角，而且它没有闪光灯。那在解锁部分，刚才我们有提到说它是指纹解锁。那 iPad Pro 的部分它是有 Face ID 的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要讲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哦，就是这台 iPad Air 其实它是卡在 iPad Mini 跟 iPad Pro 中间的一个产物。就是去年呢，其实我是有买 M1 的 iPad Pro， 然后用一用呢，我才发现 Pro 它虽然晶片很厉害，但是其实我真的用不到。首先呢，我已经有 MacBook Pro 了，然后我原本的期许是这样的，就是也许在某个程度上呢 iPad 能够分担我 MacBook Pro 的工作，而且又方便携带，又兼具娱乐机的功能。但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呢，发现完全没有办法哦。首先第一点呢，就是 iPad 它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它目前还没有办法彻底的取代电脑。那我会用到的软体呢，在 iPad 上面到目前都没有很好的优化。那其实我也是今年才开始大量的使用 Photoshop 在做我影片的封面。那去年我在买 iPad Pro 的时候，也是抱持着也许封面可以多一点手绘风格啊，然后练一下我的 Procreate 就是画画的技巧。不过最后还是失败了。主要的原因呢，是因为不管我今天是要剪片还是设计封面呢，我都习惯了在电脑上面 Final Cut Pro 跟 Photoshop 它的效率就是真的有效率太多了。那这部分呢，也是苹果他们自己的利益考量啦，就是苹果他们的产品线区分非常清楚。那原本可以赚2次的钱，就是 iPad 跟 MacBook 的钱呢，库克都要赚。但是如果今天 iPad Pro 跟 MacBook 的界限开始变得非常模糊，然后 iPad Pro 变成一台真正的电脑，可以用一模一样的软体，而且功能一模一样，那不就少赚钱了吗？所以这也是他们不愿意就是让 iPad Pro 变成一台真正电脑的原因。好像有点讲太多了，不过重点就是如
如果你今天真的要拿来大量生产的话呢，我会蛮建议你去投资一台电脑的。那第二个尴尬点呢，就是如果你今天买 iPad 是要拿来当娱乐机的话，这一点呢 Pro 跟 Air 都太重，这也是为什么非常多人推 mini 拿来当娱乐机。去年买了 Pro 之后呢，发现真的是没有办法久拿，尤其是在睡前呢，大家可能都会想要在床上滑一下手机啊，或者看一下 YouTube， 你拿着那个11寸的 iPad 在那边看，不要以为它很轻哦，其实你拿久了它是手还蛮酸的，那更不用说打电动哦，到最后呢，一定都还是拿 iPhone 在床上滑的啦。讲到这边呢，其实定位就非常的清楚哦，就是如果你今天呢是娱乐机，想要看影片啊、打电动的话呢，买 mini 准没有错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 Air 的部分，如果你今天是想要写字啊、画画、做笔记，然后非常轻度的文书的话，Air 是还不错的选择。那最后呢 ，iPad Pro 就蛮适合那些你今天是要拿来剪片啊、画画啊、修图啊，或者是你今天是设计系的话，就可以买 iPad Pro。如果你今天要高效率做报告，然后高生产力的话呢，我推荐还是买电脑会比较好哦。光是 MacBook Air 呢，现在已经推出到 M2 的晶片了，那效能非常的强大。这个部分是我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大家了。那这台 iPad Air 呢，我非常喜欢它的颜色，这个紫色非常的漂亮。那之后呢，我也会持续的推出 iPad OS 相关的更新跟教学，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，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然后开启小叮当哦。那我们今天呢，非常简单的开箱就到这边。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，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。我是苹果妹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